一切都係最好嘅安排。加措活佛著，馬德鐘聲演。第一篇，心中有痛，也要捨得。好多事情唔係逃避就可以解決，好多嘢唔係掩飾就可以抹咗佢。冇乜邊個可以做到所有人都滿意。就算你再圓滑，喺利益衝突之下，亦都唔可能將一切都做到皆大歡喜。總會有啲人受傷。當出現矛盾嘅時候，需要取捨嘅時候，我哋一定要清楚自己想要啲乜嘢。應該捨棄嘅，哪怕係再痛，都要捨棄咗佢。若果心存僥倖，或者最後原本想留低嘅，都留唔住。我曾經遇到過一個咁樣嘅修行者，佢話佢修行係為咗逃避現實，逃避現實中嘅喧鬧、嘈雜同埋人生諸多嘅唔好嘅嘢。呢個顯然係對修行嘅誤解。我話俾佢聽，修行同生活係一樣嘅，並唔係為咗逃避，而係為咗面對。如果為咗逃避而修行，咁你已經離開修行十分遠，而且會越嚟越遠。前進嘅路上係有汗水同埋淚水嘅，難免會為咗某啲人同某啲事而傷心難過。但我哋絕對唔能夠沉迷喺呢個已經成為過去嘅傷心過程入邊，更加唔能夠逃避。事情並唔會因為我哋逃避而得以化解。就算可以躲得一時，流傳喺你內心深處嘅陰影，始終係揮之不去。就好似世界上邊始終會存在陽光照耀喺唔同嘅地方，無論點樣努力，都唔可能皆大歡喜，總會有人得到，總會有人失去。呢個就係世界運行根本嘅法則之一。我一直都認為，人生中真正嘅喜樂係源自於對於痛苦嘅領悟。冇經歷過痛苦嘅人，唔可能感受到快樂。正確咁面對得到同失去，得到嘅就應該得到，失去嘅就由佢失去，而唔係心存僥倖咁百般挽留。只有經歷過呢啲嘢，並且有好深嘅感悟，我哋先會懂得珍惜。而呢種珍惜，正係人生嘅寶藏，可以俾我哋帶嚟一個快意無悔嘅人生。一個人喺修行嘅時候，係冇辦法回避嗰啲俾我哋帶嚟痛苦嘅人同埋事嘅。無論係逃避定係掩飾，都唔係生活嘅本質。痛苦從來都係我哋精神嘅上司，只有精神上面得到啦，先至會達到一個更高嘅境界。第二篇，你是自己的人生參照物。唔好以同別人相比去判定自己嘅價值。正因我哋彼此都唔同，先至會顯得每個人嘅特別。唔好以別人嘅標準去作為自己嘅目標，因為只有你自己先知道咩係最適合你自己。唔好將最貼心嘅人視若當然，你要珍惜佢哋，就好似對待你自己嘅生命。唔好因為成日諗住過去憧憬未來，而令到時間喺你手指罅嗰度流走。過好今日，把握當下，你就係精彩咗你人生嘅每一日。總會有人問我點樣先能夠成功。我面對呢啲問題嘅時候，我只能夠反問佢：你覺得自己好失敗咩？係啊，活佛，我好失敗啊！我冇人哋活得咁好啊！每當面對呢啲抱怨嘅時候，我總係會話俾佢哋聽：你要有自己嘅生活方法，唔好用別人嘅路標嚟到確定自己嘅方向。
咁樣只會令你迷失。如果你係一條魚，咁就唔好想象自己好似一隻雀仔咁，可以喺天上面飛。嗰條唔係你嘅路。咁乜嘢先係屬於你嘅路？乜嘢嘢先係最適合你？只有你自己最清楚。人習慣於將別人嘅關懷同埋溫暖視作理所當然，習慣於追尋遙遠嘅溫暖，卻睇唔到最近嘅陽光。父母、愛人、朋友無私嘅關切同埋幫助，係我哋最大嘅財富，係令人感覺到溫暖嘅太陽。一旦失去啦，你就會感覺到侵肌入骨嘅寒冷。所以請你珍惜佢哋，就如同珍惜你自己咁樣去對待佢哋。過去嘅已經過去咗，唔好總係沉澱喺其中無法自拔。時間就好似手指入邊嘅細沙，會喺我哋對將來憧憬中不知不覺咁樣流走嘅，到最後咩都留唔低。相對於嗰啲已經經歷咗嘅過去同埋無法預測嘅將來，珍惜眼前嘅溫暖同埋關切，活出最好嘅自己，先至係最有價值嘅事。第3篇，沉默的人生才厚重。微笑同埋沉默係兩樣有效嘅武器。微笑能夠解決好多問題，而沉默能夠避免好多不必要嘅紛爭。不被貪婪所誘惑嘅人最冇負擔嘅，因為冇人同佢可以結怨，佢亦都冇咁嘅心機同別人計較。呢啲日子係最輕鬆，咁樣嘅人生亦都係最快樂。選擇其實好簡單，往自己心裏邊覺得踏實嘅地方走，就唔會錯噶啦。日子因為愛而博大，因為愛而溫馨，因為信任而厚重。我經常獨自沉默，咁樣係為咗感受曾經嘅過去，為咗守住自己嘅本心，為咗用睿智嘅目光去內窺自己。沉默嘅時候唔會被世間嘅紛繁擾亂，可以明心見性。如同微笑可以解決問題一樣，沉默可以避免問題。一個人唔應該熱衷於喺嘈雜中彰顯自己，亦都唔好用一啲激烈嘅爭辯嚟證明啲乜嘢。寂靜係安守本心嘅一種好好嘅方式。用呢種方式，我哋可以以穩健厚重嘅姿態嚟抵禦突如其來嘅誘惑。誘惑少咗，就可以活得輕鬆。沉默係不爭辯、不計較，係對自己嘅負責，對別人嘅負責。內心厚重嘅人，往往睇起上嚟係慈祥嘅，因為佢哋內心係微笑緊。同呢啲人相處，唔需要太多嘅言語，但係最輕鬆嘅。就好似我嘅上司法王如意寶一樣，我每次見到佢，內心都有一種由衷嘅喜悅。佢經常同我講，只要往自己心裏邊最踏實嘅地方走，就一定唔會錯。沉默係浮華喧囂盡頭最美麗嘅聲音。沉默係喺嘈雜中與自己寧靜嘅交談。第4篇，人生經不起太多的耽擱。我哋成日都會諗，以後我要點樣點樣，但係等到我哋假想嘅以後嚟到啦，一切可能已經唔係當初咁樣。從當下出發，諗到嘅就去做，不論係對事定係對人，唔好只要空想。喺做嘅過程入邊，或者會有好多障礙，但係只要越過去，就會成功。你想對佢好嘅人，好似父母啦、愛人啦，抑或朋友，去愛佢哋啦。因為人生經常都係嚟唔切講告別，
就要分離。我到而家仲係記得好清楚，當黑色嘅牦牛拖住我阿媽向往生淨土之路嘅時候，我係幾咁悲傷。我想對阿媽好，想俾多啲愛佢，可惜已經嚟唔切。好多人總係會不由自主咁樣想，等我功成名就嘅時候，一定會好好咁對佢哋。殊不知，時間從來都唔會為美好嘅願望作絲毫嘅停留。當我哋所想嘅以後變成現在嘅時候，一切已經時過境遷，物是人非，早已揾唔返當初嘅模樣。唔好俾自己心中嘅想法始終停留喺想嘅階段，咁樣並唔能夠解決問題。只有真正去做，你先會明白你要做嘅事情到底有幾重要。如果你想對佢好，如果你想對嗰啲心愛嘅人表達自己嘅愛心，你就要勇敢去表達，盡快去將你對佢哋嘅愛話俾佢哋聽，等佢哋同你一樣咁歡喜。命運無常，人生苦短，一旦耽擱，可能連告別嘅說話都嚟唔切講，就要分別。人與人嘅相遇係要用幾世收翻嚟，相識即係有緣，所以凡事不必斤斤計較，退一步海闊天空。要記住，唔好輕易傷害別人，更加唔好傷害身邊嘅人。我哋唔好以為傷害咗別人，受傷嘅只有別人。其實最大嘅受害者係自己，因為別人只有恨，而我哋就會受到自己良心嘅拷問，心中充滿懊悔同內疚，係永遠永遠嘅。以愛己之心愛人，蓮花會喺冰雪中綻放。第5篇，學習即修行。學會知而不言，因為言多必失；學會自我解脫，因為咁樣先至可以自我超越；學會一個人靜靜思考，因為咁樣先至可以令自己清醒同明白；學會用心睇世界，因為咁樣先至會睇得清人嘅本初；學會放下，因為只有放下，先至可以重新開始；學會感恩，因為擁有一顆感恩嘅心，就能夠幫助我哋喺逆境中尋求希望，喺悲觀中尋求快樂。藏族嘅小朋友有好多都有出家嘅經驗。對於小朋友嚟講，出家嘅意義除咗修行，更主要嘅係學習知識。呢種學習並唔係單單對於文字嘅認識，呢一種係充實人生嘅經驗。其實學習並唔需要特定嘅場所，亦都唔需要特定嘅形式。人從咿呀學語到南山學步，一直都喺學習過程當中。因為學習，我哋會識咗好多嘢，懂咗好多嘢，亦都明白咗好多嘢。喺道路上走咗好遠之後，好多人就學懂咗用心睇世界，因為咁樣就唔會被一啲五光十色所迷惑，能夠更加容易睇清楚一啲最本源嘅嘢。人生係一條不斷自我發現、自我完善嘅道路。我哋而家所擁有嘅經驗，係來源於對於以前所犯錯誤嘅總結。喺同人交往嘅過程入邊，有咗言多必失嘅經驗，就學會咗知而不言。喺一次次捨與得嘅考驗中，就知道咗人生應該點樣選擇。
只有不斷學習、不斷進步，就能夠超越昨天嘅自我。修行嘅路喺腳下一直伸延到生生世世嘅輪迴。為咗脫離輪迴，為咗得到解脫，眾生唯有以生命不息、修行不止嘅意志，就好似海綿吸水咁，吸取世間珍貴嘅能量，咁就能夠喺修習中抵達圓滿。睇到最尾，而家見到我嘅朋友，即係你聽晒第一至第五篇咯，希望你哋都可以有所得着，多啲正能量。如果你哋中意嘅，記得點讚、關注同埋 share 俾多啲唔同嘅朋友。我而家仲努力喺度錄緊啊！如果多啲人支持呢，我就錄快啲，好冇？